欢迎收听华瑞投音观点。全球大宗资金与亚太主动型经理人正进行一场颠覆性的筹码重组。当市场讨论台股是否涨多，甚至传出台韩股遭外资减持的恐慌言论时，数据却给出不同答案。根据野村证券最新发布的亚太除日本基金报告指出，主动型经理人在4月份非但没有出逃，反而将先前储备的防守现金重新部署回亚洲关键市场。在这波浪潮中，台湾与中国香港成为最大集结地。对投资人而言，这不仅是短期资金回流，更是地缘新常态下极具指标意义的筹码大解密。野村研究团队在报告中指出，要看清4月份的资金大班风，必须先回溯3月份全球市场的动荡。今年3月，由于中东危机升温，战争风险重照全球，亚太区经理人出于避险考量，集体大举砍仓股票以拉高现金。然而进入4月份后，随着情绪逐步对局势脱敏，经理人们显然不愿意让资金闲置。野村研究团队指出，数据证实经理人已经防守现金迅速投入股市，这直接促成了台湾、中国香港与印度在4月份相对配置比例的攀升。为了获取真实的资金图谱，野村研究团队指出，他们本次策略分析完全基于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通过直接审计大量的亚太除日本基金持股说明书，野村团队得以排除情绪杂音，精确还原持仓真相。野村研究报告显示，在4月份资金重部署浪潮中，相对配置比例增加最显著的地区正是台湾以及中俄香港，印度则仅录得微幅增长。这项数据粉碎了外资正集体撤离台股的谣言。然而，在资金回流背后，野村研究团队也揭示了值得警惕的结构性事实。野村研究团队指出，尽管台湾在4月份获得资金加码，但从长期配置权重来看，亚太主动型经理人对台股依然整体维持在低配状态，也就是持仓比例低于基准指数权重。华瑞认为，这种短期加码、长期低配的矛盾行为，反映了华尔街目前对台股一边恐高，一边又不得不买的无奈。经理人深知台湾半导体在人工智慧大潮中的垄断地位，在配置时不得不优先买入台股以防踏空，但台股的高估值又让他们长期维持防范，不愿轻易给予超配。相比于台股获得的资金加码，韩股市场在4月份的筹码命运则显得极为悲凉。野村研究团队在报告中指出，相较于台湾、中国香港与印度的配置回暖，韩国市场在4月份录得配置比例的按月持续下滑。野村研究报告分析，韩国的低配幅度在4月份进一步扩大。目前在野村调查的基金样本中，对韩国持低配立场的基金数量已超越超配数量，代表着外资对韩国看法的结构性转弱。而高估值的印度虽然获得微幅增长，但在长期配置中依然与台韩股一样，牢牢处于低配区间。为了清晰勾勒出地缘危机对亚洲资金格局的长远改变，野村研究团队在报告中将4月底配置与2月底中兜冲突前的配置水平进行对比。野村研究团队指出，与2月底战前相比，目前亚太基金对于中国香港与台湾的相对配置比例实际上是显著高于战前水平的。相反的，印度与韩国配置比例则依旧低于战前。华瑞认为，这项数据揭示了全球主动型资金在面对地缘新常态时，其配置偏好已发生根本性位移。资金正加速撤离缺乏实体支撑或在半导体竞争中处于弱势的地区，进而将筹码集中到具备绝对硬体护城河的台湾，以及估值极具防御优势的中国香港。在这场席卷亚太的资金大洗牌中，中国香港市场无疑成为了资金最稳固的避风港。野村研究团队指出，在他们调查的所有主要市场中，中国香港是目前唯一一个获得亚太基金经理人维持超配状态的市场。不论是与3月相比，还是与战前相比，中国香港配置都展现出极强的抗跌性。华瑞认为，资金对中国香港的超配本质上是一次理性的防御套利选择。在美债利率高企、科技股面临系统性重估的当下，中国香港极低的本益比与高值利率为避险资金提供了极佳安全垫，使其在动荡局势中成为亚洲最稳固的蓄水池。让我们将目光移回韩国市场，深度剖析其遭到持续砍单的微观原因。野村研究团队指出，韩国4月份配置的进一步收缩，直接反映出主动型资金对其产业竞争力的深切担忧。虽然韩国与台湾同属半导体与高科技出口导向型经济体，
但韩国在记忆体研发、代工良率以及自主供应链卡位上正面临着许多挑战。华瑞认为，外资对韩国的集体减持是一次残酷的科技供应链二选一。在算力高度垄断的时代，资金显然认为台湾在先进制程与半导体封测领域的护城河更为安全，这导致了资金在重部署时选择买台股、砍韩股的极端分化，使得韩国市场正承受结构性失血压力。除了产业竞争力，地缘政治对经常战的打击也是资金在配置亚太市场时无法忽视的考量。华瑞认为，这一宏观背景解释了为什么印度与韩国在战后的相对配置始终无法恢复到战前。相较于台湾能靠科技溢价转嫁能源成本，以及中国香港强大的防守型估值，印度与韩国经济在面临高油价与经常战恶化时显得极为脆弱。这项压力客观上成为主动型经理人持续低配两国的底层逻辑，也让全球资金在亚洲的流动轨迹呈现高度向技术垄断区与绝对估值洼地集中的趋势。这场由野村报告所揭示的亚太资金大轮动，宣告了全球资产配置旧逻辑的终结。过去低利率时代，资金习惯在全球寻找高成长、高风险的投机标的。然而，在2026年的新常态下，随着高利率、高通膨与地缘冲突的三重挤压，主动型经理人正将投资哲学转向极致的确定性。华瑞认为，台湾在半导体制造领域的垄断地位，使其超越传统新兴市场，成为全球科技霸权的实体载体。尽管台股估值高企，经理人维持低配置，但每次市场出现风吹草动、现金部署启动时，资金依然会第一时间回流台湾。这种结构性偏好将为台股提供强大炒买弹性与抗跌韧性。当然，在研判未来资金是否持续回流时，我们也必须面对野村报告展示的潜在风险。首先是中东局势后续走向。野村研究团队指出，如果局势再度恶化，导致石油供应遭遇实质阻断，经常账与财政赤字双重打击的阴影将再次笼罩亚洲。其次是半导体终端需求速度。如果人工智慧算力变现不及预期，台股目前高估值之下的低配筹码可能会面临快速向均值回归的踩踏。此外，美元走强也将对配置能力形成无形压制。华瑞认为，这些系统性风险的存在决定了未来的亚太牛市绝非坦途，投资人必须做好波动防范。华瑞认为，亚太市场基金经理人的持仓转变是全球科技范式转移在金融筹码面上的真实写照。野村最新配置为我们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筹码镜子。外资集体抛售台股的恐慌言论在底层数据前不攻自破。经理人在4月份对台湾与中国香港的显著加码，证实了优质资产在动荡期无可替代的虹吸效应。对于投资人而言，必须深刻内化这种边买边低配的筹码真相。这代表台股未来虽具备强大资金托底，但因经理人整体仍维持低配，市场的波动与分化将变得极端剧烈。在操作上，切忌盲目进行杠杆追高，应当一边将重心锚定在具备技术垄断、能见度极高的台股半导体与硬体龙头，一边搭配高股息、低本益比的防守型资产。唯有保持冷静、结构化的总经视野，精确锚定筹码流动的真实边界，我们才能在这场亚太资产大重组中安然度过每一次风浪，并最终锁定长线的财富增值。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